风雨交加的夜晚，白令海峡上的某一处，一艘渔船正在缓缓收网。男人拉开绳索，大量海鱼倾泻而出。这时，他们发现鱼堆下面有个不明物体在缓缓浮动。就在几人慢慢靠近时，不明物体突然发起攻击。受到惊吓的几人慌忙拿起鱼叉和斧头。面对眼前的未知生物，他们显得格外紧张。三人缓缓向前查看，不明生物突然闪出，将黄衣男子击飞。二人奋力用鱼叉将不明生物啃进船舱。看到受伤的船员，船长急忙打开通讯器呼叫支援。这时，一段诡异的声音传入几人耳朵。正当一人准备打开舱盖查看时，一架直升机突然出现，几名武装人员迅速降落在甲板上，将受伤船员拉上直升机后，队长直接打开舱门，看着船舱里的不明生物，队长似乎并未感到惊讶，他吩咐手下用麻醉枪将其控制，将其装进特制的铁笼，就这样带着未知生物和受伤的船员消失在黑夜中。这时，不远处的海面上，一条诡异的鱼尾缓缓潜入海中。第二天，一处神秘军事基地内，光头正向长官汇报情况。他们走进一间实验室，只见一个大型鱼缸，赫然关着一条面目诡异的美人鱼。酒吧内，船员将他们的遭遇告知了杰克，想让杰克一起寻找被军方带走的人犯。可在海洋研究中心工作的杰克根本不相信几人所言。就在杰克回去的路上，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女孩，幸好杰克及时踩住了刹车。只见女孩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着急的想要逃离。奇怪的是，这么大的女孩似乎不太会走，踉踉跄跄没走几步就晕了过去。杰克只好将衣服披在女孩身上，并把她扶上了车。看着呼吸急促的女孩，杰克立马联系医生往自己住所赶去。醒来的女孩看着四周，似乎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好奇。看到桌子上的贝壳，她直接抓起来闻了又闻。杰克试图与她沟通，可女孩只是奇怪的盯着他。这时女孩突然张嘴，一种古老又神秘的声音传了出来。杰克瞬间被这奇妙的歌声吸引住。突然敲门声打断了女孩，原来是医生打了过来。二人进屋后发现女孩已消失不见。女孩躲在废弃的小船里睡了一夜。醒来后的女孩似乎对自己的双脚都感到新奇。一只老鼠跳了下来，女孩一把将它抓住。美美的饱餐一顿后，女孩东张西望地走在大街上，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在一家海洋古董店门口，女孩停下了脚步。老人打量着眼前的女孩，表情逐渐凝固，甚至变得惊恐起来。这时刚好路过的杰克发现了女孩。等他穿过马路来到老人面前时，女孩已经消失不见。杰克当即问起女孩的下落，可老人对女孩的事只字不提。随后慌忙进了屋。这时女孩来到了码头上，在这里她找到一艘名为北极星的渔船。她走到渔网前蹲下来，随即闭上眼睛开始回忆。原来女孩正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只因她和姐姐在深海捕猎时，姐姐被人类渔网捕获，最后不知所踪。她这才冒险上岸寻找姐姐。毫无头绪的她只能凭借着感觉四处寻找。这时路边的一架玩具飞机引起她的注意，想到那晚正是这个东西把姐姐给带走了。他学起电视里的声音，给自己取名叫莱恩。莱恩来到一个修车的男人旁，拿出手中的玩具飞机，示意男人帮他寻找姐姐。随后便钻进了车子。看着傻乎乎的莱恩，不怀好意的男人将车开进了小树林。就在他意图不轨时，瞬间被女孩轰出窗外，当场领了盒饭。女孩脱下带血的外套，因长时间脱水，手臂皮肤已经开始脱落。这时莱恩发现远处房屋上的图案和自己衣服上一样，他便径直寻了过去。来到屋里后，莱恩看到桌子上的鱼肉奶昔，直接端起来一饮而尽。饱餐一顿的莱恩走到门口，正在表演的海豹突然嘶吼起来，仿佛见到天敌一样。这时返回工作室的杰克发现了莱恩，莱恩慌忙朝屋内跑去，并充满敌意的看着他。杰克缓缓向莱恩表达了他的善意，莱恩这才慢慢平静下来。杰克告诉莱恩，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晚，莱恩口中哼出的那首歌，那种古老又神秘的声音，仿佛着了魔一样，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看到虚弱的莱恩，杰克小心查看了他的手臂，告诉莱恩他去找医生帮他检查。可迟迟未见医生到来的莱恩，此时因长时间脱离海水，干燥的皮肤已经大面积脱落。虚弱的他看到窗外的大海，便吃力地向外爬去。凭借最后一丝力气，他艰难地爬到了水面，随即一头扎进海里。在海水的滋润下，莱恩开始了痛苦的变身过程，手掌逐渐变成利爪，背部长出了一道鱼鳍，双腿幻化成结缔组织变成了鱼尾。顷刻间，莱恩变成了一条美人鱼。杰克在监控中发现了异常，他认为是莱恩掉入了水中，慌忙拿起手电一头扎进海里。可变身人鱼后的莱恩性情大变，并且极具攻击性。杰克还没摸清状况就遭到了攻击，莱恩一头撞向杰克，打斗中差点没将杰克脖子咬断。杰克拼尽全力挣脱莱恩，快速游向水面，可莱恩追上来一把将杰克向水下拖去。情急之下，杰克拿起岸上的鱼叉，慌乱之中将莱恩击退，这才成功逃出了水面。莱恩此时向着大海深处游去。惊慌失措的杰克来到老人海伦的古董店，他将刚才的经历告诉了海伦，因为在杰克还是孩子的时候，海伦经常给他讲述美人鱼的故事。此时杰克深信海伦知道所有的一切。海伦看到杰克的遭遇，便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他。海伦告诉杰克，在这个镇子上，他的家族历史要比他知道的更加血腥。原来早在几百年前，杰克祖先就在深海发现了美人鱼踪迹。当时的人鱼族还是一个性格胆小、极其温顺的物种，但是杰克先祖迷失了心智，将捕捉美人鱼视为荣耀，多次带领船员出海疯狂屠杀美人鱼，导致人鱼种族几乎灭绝。后来幸存的美人鱼逐渐变得嗜血残暴。杰克难以想象海伦说的一切。回到车上，杰克翻开美人鱼故事书，
看着书上渔夫屠杀美人鱼画面，杰克倍感惭愧。第二天，杰克登上了北极星号渔船，因之前船员告诉杰克他们遭到人鱼袭击，但当时的杰克根本不相信此事。船长决定再次出海寻找美人鱼。在杰克亲身经历过种种事件后，他相信了美人鱼的存在。此时的杰克担心莱恩受到伤害，于是便跟了过来。漫长的航行后，他们来到一处未知海域，突然雷达上显示有东西在快速移动。船长拿起鱼枪来到甲板上，只见海面上翻起大股水花。船长端起鱼枪瞄准海面，及时伸手打偏了鱼枪，可杰克却不知莱恩此时并不在海里。正当船长责怪杰克时，海面突然传出诡异的声音。杰克以为是莱恩受了伤，随即脱下衣服一头扎进海里，可水下并没有莱恩的身影。此时杰克发现螺旋桨后面一个东西正在闪闪发光，杰克用力将其拽了出来。阿赞表示仪器发出的声音和前几天捕捉到的美人鱼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后来美人鱼被军方强制带走后，在船底就出现了这个东西，而这个像是监测仪器的家伙肯定跟军方有关。二人表示要利用这个东西将事情查清。回到家的杰克将事情告知了女友麦迪。麦迪看到监控录像后感到无比震惊，没想到人鱼传说是真的存在，这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杰克告诉麦迪，小镇上的海伦对美人鱼似乎比较了解，他想让海伦分辨仪器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来到古董店，杰克向海伦表明来意，直接打开了仪器开关，声音瞬间传到莱恩耳朵里。这声音竟然是姐姐被当作研究样本时的惨叫声。愤怒的莱恩一把将桌子掀翻，迅速出现在几人面前。极度悲愤的莱恩一把夺过仪器，不停呼喊着姐姐名字。海伦告诉莱恩这只是录音。杰克小心翼翼关闭了仪器。莱恩气愤地将仪器举起来，但仪器里的海水洒到了莱恩手臂上，只见莱恩手臂开始变成人鱼形态。好在海水并不多，手臂这才逐渐恢复正常。慢慢的，莱恩也平静下来。杰克此时明白了莱恩上岸的目的，并表示愿意帮他寻找姐姐下落。这时莱恩直接抱着仪器向外走去。某处神秘基地内，莱恩姐姐正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研究人员强行抽取了她的 DNA， 注射到全身瘫痪的小白鼠身上。第二天，小白鼠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光头博士感到无比震惊，这生物 DNA 竟然有如此巨大的潜力。如果将这项生物技术运用到军事上，那将打造出何等的存在。隔壁医疗室里，船员同伴克里斯正虚弱地躺在床上。那晚他被美人鱼击伤后，军方将他和美人鱼一起带到这个神秘基地。克里斯趁机拿到护士手机，并给同伴阿赞发送了求救短信。接到短信的阿赞一头闯进了正在晨练的同伴房间，同伴开心地问候了阿赞全家，直到看到短信后才知道事情严重性。阿赞将电话回了过去，对方电话已经关机。二人根据号码查到了电话主人地址，他们立马驱车赶了过去。另一边，美人鱼莱恩正在接受杰克检查。结果显示，莱恩的智力异于常人，体型瘦小的莱恩，体重却高达196吨，他的心脏跳动频率也远超人类5倍，就连条件反射也猛1级。这时，莱恩像温顺的绵羊一样接受着杰克的检查。忽然，莱恩伸出手掌，温柔地抚摸着杰克的手臂，并深情地看向杰克。另一边，阿赞二人到达目的地后，刚好看到护士准备出门，二人悄悄地跟了过去，直至天黑，护士才到达目的地。看见护士进入有士兵把守的基地里，他俩便想跟过去看个明白。这时，2名持枪士兵向他们跑过来。二人吓得慌忙掉头逃离。基地内，光头博士接到将军电话，将军表示他们收到引诱装置中传回来的面部识别信息，他们找到了带走设备的人，而博士手机里显示的正是杰克。第二天，杰克接到阿赞的电话，得知阿赞他们一路跟踪那个护士到了一个军方机构，后来被士兵发现赶跑了。他俩现在护士家附近守着。杰克告诉莱恩，他姐姐很可能和克里斯被关在同一个地方。着急的莱恩想要马上去找姐姐，可此时莱恩已经离开海水好几天，身体皮肤已经开始脱落。在杰克极力劝说下，莱恩这才勉强同意留下。可让莱恩一人留在这里也很危险，于是他们只好将莱恩带到海伦家。麦迪询问海伦，他这样还能坚持多久？海伦表示，美人鱼每次上岸便身后，坚持的时间会一次比一次久。看到坚强的莱恩，杰克二人这才放心离开。海伦将莱恩带到房间内，拿出一种神秘液体涂抹在莱恩的皮肤上，并告诉莱恩这能使他更长时间的脱离海水。莱恩察觉到了异样，他缓慢掀开了海伦的裤脚，无比震惊地看向海伦。克里斯听到恐怖的惨叫声，迅速拔掉针管，趁乱逃了出去。在走廊里，他遇到一个满身是血的女孩，女孩像是受到惊吓一样。克里斯以为女孩也是被抓进来的，便拉着她一起向外逃去。他拿起女孩口袋里的钥匙，找到汽车位置，最后使用女孩脖子上的门禁卡，二人这才逃出基地。第二天，杰克找到在护士家盯梢的阿赞二人。此时，麦迪提议直接进屋寻找线索。来到屋内后，麦迪发现护士当兵的照片，原来护士是一名军医。杰克表示军方一定在做某些机密实验。这时，外面一辆车停了下来，几人慌忙躲起来。进入屋内的2人和他们一样，在寻找某些东西。杰克想到护士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他可能不会再回到这里，并表示他们必须要返回基地查看。回到基地的博士在走廊里发现一条奇怪的鱼尾，他将鱼尾拿起后，鱼尾瞬间化成渣渣灰。此时博士感到事情不妙，博士进入实验室内，发现屋里遍地尸体，自己最得意的助手也死在鱼缸里。随后博士立马查看监控，才看清楚事情真相，是瓶中美人鱼竟然站了起来，一尾巴将工作人员击飞了出去。黑暗的实验室变成了他的狩猎场，只听见房间内传出阵阵惨叫。等到士兵赶到时，
现场已经尸横遍野，工作人员无一生还，而美人鱼已消失不见。最后在走廊监控里才发现，化身人类的美人鱼正踉踉跄跄向外走去。此时他刚好撞见出门的护士，当场让护士领了盒饭，并将护士的衣服穿在身上。后来遇到克里斯，跟着他一起逃出了基地。此时杰克他们还不知同伴已逃出实验室，他们悄悄来到军事基地外，透过铁丝网发现士兵将一个类似裹尸袋的东西装上汽车，他们以为里面装的是克里斯。阿赞二人慌忙先跟了过去。这时杰克接到电话，得知莱恩身体越来越虚弱。杰克表示由阿赞他们寻找克里斯，他们必须回去把莱恩送回大海。看着即将返回大海，麦迪将心爱的项链送给了他。杰克交给莱恩一个定位器，告诉他这个东西能找到他的位置，遇到危险时他们会过去帮他。莱恩信任地看着杰克，并让他戴上项链。这时杰克的手机响起，是阿赞他们找到了克里斯。原来阿赞二人在跟着军车不久后就接到了克里斯的电话，虚弱的克里斯将位置告诉了他。二人慌忙掉头朝目的地赶去。莱恩听到消息后不顾生死执意要去寻找姐姐。在他们的帮助下，莱恩终于见到了姐姐。姐姐抱起无比虚弱的莱恩，缓缓走向大海。最后姐妹二人一起潜入了海中。麦迪和杰克赶到后，看着姐妹二人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中，二人内心充满着不舍。1个月后，杰克在离海岸不远处发现一条雌性龙鱼尸体。让杰克感到奇怪的是，龙鱼属于深海鱼类，常年生活在水下600多米处，怎会突然在海岸附近发现它的尸体？麦迪调侃道可能是美人鱼驱赶。随后麦迪将龙鱼解剖，他发现龙鱼消化道中缺少各类酶，氨含量也异常，这说明龙鱼是被饿死的。杰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这时追踪器突然报警，二人发现莱恩正向陆地靠近。杰克想到莱恩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他们跟着追踪器来到海边。麦迪发现一条鱼尾，他轻轻一碰，鱼尾瞬间化成灰烬。杰克也在旁边发现另一条鱼尾。这时追踪器显示莱恩离开海岸进入了树林，麦迪留下来采集鱼尾样本。杰克拿着追踪器快速找过去。夜晚，莱恩小心翼翼地出现在树林里，莱恩姐姐紧随其后跟在后面。他们来到球场边，莱恩拿起衣服穿在身上。姐姐因之前遭受人类虐待，她不愿意再接触人类。她看见妹妹脖子上的项链，愤怒地将其扯下扔了出去。莱恩郑重地告诉姐姐，现在能帮他们的只有人类。随后把衣服丢给了姐姐，便朝远处跑去。经过上次写的教训，军方帮博士设计了一种新型智能鱼缸，外壳比之前更加坚固，只需轻轻一按，就能让样本彻底镇静下来。与此同时，军方还要求当地政府允许渔民短时间内不受限制出海捕鱼。他们想逼美人鱼现身，最后等待美人鱼的将是这些冰冷的牢笼。杰克二人顺着定位器找过来，却没有发现莱恩身影。回去的路上，麦迪将莱恩返回的消息告诉了海伦。二人回到研究中心后，惊喜地发现莱恩已经回到这里。莱恩向他们介绍了他的姐姐。这时海伦刚好赶到，随即询问莱恩为什么又回到岸上。莱恩说，因为人类过度捕捞，导致他们生活的海域已经没有食物，他们冒险上岸就是为了寻找食物。这时姐姐看到桌子上的龙鱼，以为是杰克夺走了他们的食物，瞬间变得暴怒起来，她一把掐住杰克的脖子。莱恩见状赶紧上前阻止，顿时姐妹二人扭打在一起。好在杰克点燃了照明棒，这才将莱恩姐姐吓跑。饥饿难耐的姐姐溜进渔港仓库，她将盖子推开，直接拿起生鱼啃了起来。这时值班工作人员发现了她，姐姐一回头，凌厉的眼神吓得男人想要逃离，姐姐一把跳上去勒住男人脖子，二人一同摔倒在地上。男人紧急按下报警器，姐姐这才被警报声吓跑。莱恩告诉警员，姐姐是因为被人类抓住后遭到了人类的虐待，他们每天抽取她的血液做实验，还取下她身体上的皮肤组织，所以姐姐非常痛恨人类。为了防止莱恩姐姐伤害无辜人类，海伦决定亲自去寻找她。第二天，海伦果然在海边找到了莱恩姐姐，她不想让历史重演，不想美人鱼种族再次遭到人类的屠杀，她将莱恩姐姐带回了住所。海伦告诉莱恩姐姐一定会帮她。就在几个小时前的一场晚宴上，杰克母亲向他介绍了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杰克定睛一看，此人正是阿赞口中说的那个为军方做事的科学家。蒙在鼓里的博士认为杰克对军方的事一无所知，而杰克却故意将事情透露给了博士。博士不可思议地看向杰克，随后想要杰克说出美人鱼的位置。杰克同意博士的要求，前提是军方停止一切抓捕美人鱼的行动。博士为了再见到美人鱼，他将军方计划告诉了杰克。博士说，今晚会有一艘全副武装的军方船只前往上次抓获美人鱼的位置，他们会用诱饵将人鱼引出来，会用火力围捕他们。杰克深感事情不妙，几百年前的悲剧难道要再次发生？没过多久，古老的人鱼之歌传入博士耳朵，博士快速循着声音找过去。同样，杰克也朝森林找去。密林深处一棵大树下，莱恩姐姐走了出来，原来是她故意用歌声将博士引到这里。博士走过去向她表示歉意，这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他本人。这时莱恩出现在博士身后，博士感到惊讶，竟然还有一个。莱恩双手掐住博士，将他举起，随后重重摔到地上，紧接着双手死死按住博士。就在博士即将嗝屁时，杰克告诉莱恩，只有博士才能阻止这一切。莱恩这才放了他。可当博士将电话打过去时，军方回应行动已经开始。愤怒的姐姐一把将博士甩到树底，随后二人迅速消失在树林里。姐姐为救族人来到海边，便一头扎进海里，在水下完成变身后，急速向深海游去。而这一切都被阿赞看在眼里，他立马打电话通知杰克赶紧出海。这边莱恩也来到海边，正当莱恩准备进入海里时，
身后出现了一名佛伯勒，莱恩被带到警局的审讯室。这时警长走了进来，警长直接向莱恩询问了树林中男人尸体的事情。不会撒谎的莱恩将一切都告诉了警长，可警长却认为莱恩如此弱小，不可能一人将成年男子击杀，并从车内踹到车外。警长询问莱恩有没有人帮他，可莱恩误会的将杰克和麦迪说了出来。警长感到不可思议，随即将女儿麦迪叫到了警局。麦迪看到事已至此，已经无法再隐瞒下去，便将事情来龙去脉告诉了警长父亲。随后麦迪将鱼缸里的海水洒在莱恩身上，莱恩手掌接触海水后瞬间开始变身。警长无比震惊地看着这一切。众人到达上次捕捉到美人鱼的位置，发现一艘船只漂泊在海上，几人拿起鱼枪登了上去。甲板上空无一人，他们在甲板上发现了枪支和血迹。正当他们四处查看时，突然海里一根长矛刺了出来，紧接着又是一根。只见一个生物从海里跳到了船上，这竟然是一条雄性美人鱼。目露凶光的雄性人鱼朝杰克步步逼近，紧急时刻阿赞开枪震慑住了他，又一枪将他逼进船舱内。忽然甲板上传出一段诡异的声音，只见莱恩姐姐鬼魅地盯着克里斯，克里斯仿佛被催眠一样，丢掉武器朝前走去。关键时刻同伴打出信号枪，杰克这才将克里斯拉了回来。这时莱恩姐姐手持长矛，目露凶光朝二人逼近，好在杰克及时按下绞盘按钮，莱恩姐姐被渔网撞进海里。随后阿赞和杰克二人拿着武器来到船舱寻找雄性美人鱼，却只发现一条已经脱落的人鱼尾巴，人鱼已经没了踪影，却偷偷来到驾驶室袭击了船长。阿赞听到父亲惨叫声，急忙跑过去，来到甲板上便朝雄性美人鱼开枪，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逃进大海。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阿赞还没来得及问出银行卡密码，父亲就驾机西去。此时阿赞心里将这一切因果全都归咎于美人鱼身上。看着父亲的尸体，阿赞悲痛万分，可他们又不能直接将父亲尸体运回去，他们无法向人们解释父亲的死因，因为没人会相信他们的理由，反而会因此惹来牢狱之灾。阿赞只能强忍着悲痛，将父亲尸体留在了大海中，之后告诉杰克三人，父亲是被渔网缠住溺水而亡。第二天，麦迪将昨晚的事告诉了莱恩，莱恩感到无比惭愧，他找到意志消沉的阿赞，莱恩为阿赞父亲的死感到自责不已。此时阿赞似乎察觉到什么，他觉得这个莱恩没那么简单，随后便要追上去问个明白。这时杰克拦住了阿赞，并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知道真相的阿赞火冒三丈，他现在对美人鱼种族已经恨之入骨，随即回到家拿起武器就要去找莱恩报仇。海边上，一只小泰迪正对着水面狂吠不止，似乎水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泰迪主人伸头看向海底，却什么也没发现。当他们离开时，水里隐约看见3条影子一闪过。不久后，在一处偏僻的海滩上，赫然看见3条美人鱼正在痛苦变身，之后化身为人的美人鱼刚好遇到前来送皮肤的人类。原来长发美人鱼是海底部落的首领，这次亲自上岸就是为了莱恩。莱恩姐姐将首领带到了海伦古董店，海伦察觉到异样，顿时紧张起来。莱恩姐姐想要知道妹妹的位置，见海伦迟迟没有回答，雄性人鱼一把将海伦按在墙上。首领不想惊动人类，只好暂时离开。惊魂未定的海伦立马通知了杰克。莱恩得知消息后，为了避免无辜人类受伤，他决定去见首领。莱恩知道姐姐会去哪找他。回到海洋中心的莱恩，果然发现首领在这等他。莱恩见到首领，臣服地低下了头，可首领竟然对莱恩杀气腾腾。蒙在鼓里的莱恩姐姐才明白，原来首领亲自前来并不是带莱恩回去，而是为了杀莱恩。勇敢的姐姐将莱恩挡在身后，大战在即，一触即发。机智的杰克端起一盆海水泼向他，几人接触海水后痛苦不已，因为人鱼一旦接触海水，就会本能的开始变身，这过程犹如剜心之痛。杰克趁机带着姐妹俩开车逃离，来到安全地点后，杰克感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首领为什么想要杀莱恩？莱恩告诉杰克，在美人鱼种族中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几百年前，他们一个族人和一个人类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并生下了一个小孩。但出生的小孩长相不太正常，他的族人将小孩从男人身边夺走，并将小孩带到树林里杀害。后来族人回到了海边，那个痛失爱子的男人内心充满敌意，他带领众多人类出海报复美人鱼。那次的大屠杀差点让美人鱼种族彻底灭绝，他们担心悲剧在莱恩身上重演，这就是首领亲自上岸击杀莱恩的原因。夜晚，警长正在街上巡逻，突然前方出现2个神情怪异的人，他们正是人鱼族的首领和族人。感觉不妙的警长立即呼叫支援。这时雄性人鱼突然跳到警车上，凶相毕露。首领走过来一拳击碎玻璃，危急时刻警长拿起手枪反击，二人受到惊吓落荒而逃。警长立马开车朝雄性人鱼追过去，紧接着警长一个甩头，直接将雄性人鱼撞晕过去。此时坐在对讲机前的麦迪将人鱼的踪迹告诉了杰克，愤怒的阿赞想要为父报仇，随即掉头朝目的地赶去。就在警长返回警局的路上，雄性人鱼突然苏醒，疯狂地用头撞击铁丝网，导致警车失控撞向路边的汽车。待警长醒来时，雄性人鱼已不见踪影。警长端起枪支，警惕地朝街上走去。莱恩来到街上，发出一道诡异的声音，不远处的首领被吸引过去。这边阿赞几人准备好埋伏，人鱼首领循着声音找了过来。首领突然发现躲在暗处的几人，他反手将莱恩扣在身前，快速向黑暗中逃离。杰克几人迅速追过去，莱恩被首领推进仓库，首领一把将莱恩甩在地上。杰克几人赶来后迅速加入战斗。这时阿赞赶到现场，
正当阿赞准备开枪时，却被头顶上的雄性人鱼袭击倒地。莱恩见状，拎起船锚朝雄性人鱼砸过去。阿赞趁机朝人鱼开枪，惧怕枪声的人鱼吓得落荒而逃。随后，二人闯进海伦古董店，他们准备拿起武器反击。杰克几人正在大街上四处寻找，突然一根长矛飞过来，差点将杰克送走。首领袭击未成功，赶紧离开现场。莱恩紧跟着追了过来，躲在暗处的首领突然向莱恩发起攻击，莱恩被重重打倒在地。愤怒的莱恩开始反击，莱恩找准机会一把将首领扳倒在地，最后首领摆出投降姿势，彻底输给了莱恩。走在街上的杰克遭遇了雄性美人鱼，当杰克开枪时，却发现子弹已经打光，雄性人鱼一把将杰克甩飞。就在即将让杰克领盒饭时，莱恩带着落败的首领出现了，雄性人鱼缓缓朝莱恩走过去，臣服的跪了下来。原来人鱼族是母系社会，莱恩击败了首领，他现在已然成为新的领袖。这时阿赞持枪赶过来，愤怒的阿赞要为父亲报仇。杰克为了阻止两方开战，朝阿赞扑了过去，可子弹却打在了莱恩姐姐身上，最终莱恩姐姐不治身亡。第二天，在海伦的带领下，众人带着莱恩姐姐的尸体来到一处神秘小岛。海伦表示这里会是莱恩姐姐最好的归宿。原来传说中那个美人鱼和人类生下的畸形小孩并没有死，而是被当地一个医生收养起来，而那个孩子就是海伦的先祖。这里埋葬的所有人都算是人鱼的后代。最终莱恩选择将姐姐葬在这里。经历过这一切后，莱恩内心充满悲伤，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为了不再给身边的人带来伤害，莱恩选择了默默离开。可是他的离开能真正带来人鱼族和人类的平静吗？